欢迎来到凯蒂斯的象棋占卜。Hello，又到凯蒂斯象棋占卜的时间喽。今天我们要占卜的内容是未来2025年3个月内，我的人际关系会是如何发展呢？我觉得不论是职场的同事啊、好友或伴侣，还是家人，我们跟人的连结都会影响着生活上的幸福啊跟稳定感，对不对？我们都希望可以发展的不错。那也希望因为这样的关系，可以让彼此之间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所以这次的大众占卜啊，就会将带你一起来探索，在2025年3个月中，你的人际互动的状态啊、机会啊或挑战，以及如何更好的处理这些关系。所以现在请你静下心来，默想你可能目前最关注的哪一个人际关系，然后选择你最有感觉的卦象。那以下有3个卦象 A、B、C， 请静下心来想想看哦。选择好了之后再开始一起，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留下你的选择，这样不仅能够加强你跟卦象之间的连接，也能够增加跟更多朋友互动，分享彼此的感觉啊，或者是收获。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来解卦，记得 A、B、C， 好，3组卦象，你看看。那我们先来看选择 A 的朋友是什么样的状态。选择 A 的朋友，就是感觉上你是有一些压力跟矛盾的哦，还有你的期待跟现实中间有一些碰撞。我看到选择 A 的朋友，你其实很渴望在这段关系中是有扩展的，或者是有所改善的，或者是有所增进的。好，然后反正就是你很渴望可以突破现状，建立更深层次的连接。但是这一段关系让你感觉到好像不如预期，好像很难突破，所以你感觉到一股无形的压力。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哦，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能力，而且他也是一个很愿意脚踏实地去做事情的人。那也是因为他很有能力很有想法，所以他经常希望你能够照着他的方式去做。那这样子的方式啊，常常会让你感觉到一些束缚跟不自在，然后你会觉得倍感压力啊。所以再加上我觉得你有一些担心跟犹豫，那就会让你很难进一步去主动一点。所以这些担心跟犹豫会让你裹足不前。虽然表面上啊，我觉得你们相处起来还算不错，但事实上，你对这段关系的期望跟现实之间是存有明显的落差哦。好，更重要的是，比如说，如果你想要促进关系，有时候就真的是，比如说可能大家有个聚会啦，或者是谁介绍啊，会有这种贵人的效应，但是没有看到，有缺乏一些人和或者是一些机遇，没有这种外部的契机来帮助你们之间的关系，有可能真有一些小口角的时候啊，就没有人来帮你们说一下。或者是你这种压力啊，也没有一些朋友可以帮你疏解所以其实你就太多的担心跟压力，所以你有时候就会觉得说，那我是不是还要去发展这段关系？那么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真的很喜欢他，因为看起来就是你真的超喜欢他的，其实很欣赏他，然后很喜欢他。但如果真的很喜欢他，那你就要学会接受对方的个性。因为有能力的人，当他能够这么有能力，或者是表现这么好，他一定是有他自己的方法跟行事作为。所以你就学会接受对方的个性的，然后不要想说我要改变他。那如果你能够接受他的想法跟概念的话，那我觉得那也不错。但是你必须要主动表达一下你的需求但方法记得要柔和一点，那这样会更好。那再来就是可能要寻找一些平衡点，
就是你可能要放下你的期待啊，跟你想要改变的那个部分，然后还有更积极、更主动一点，不要想太多。那这样关系之间才会更加的有流动。可能常常会有一些小口角，因为他有自己的看法跟想法吧，然后你也都只能听他的。我开起来就是你大概只能听他的。那如果这就是以上那个选择 A 的朋友的状态哦，我觉得你可以在留言区写下放下执念，迎接所有的关系。好，那我相信这份信念可以帮助你在这个人际互动中找到更多的平衡跟自由。好，这是选择 A 的朋友的状态。那我们来看看选择 B 的朋友哦，看看选择 B 的朋友状态。嗯，我觉得这一段关系感觉就是起初很和谐哦，那但是你中间会有一些矛盾，跟你一些担忧，所以就很难有一些突破。但是你其实可以从中学到蛮多东西的哦，如果你真的跟他沟通跟互动，其实你可以从他中学到很多智慧。但我们之间还是有一些的小小的口角。我觉得你们这一段关系其实一刚开始看起来可能还不错。而且彼此之间都是有互动的嘛，但随着一些时间的推移，我觉得问题就会开始展现。因为你很容易，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在乎了，所以有耳朵的担心啊，或他没有对我那么喜欢，或者是哎，也不一定是男女朋友嘛，就是你有太多的担心啊，那这种情绪就会影响你的主动性，你就开始不会去积极发展关系，甚至可能就选择被动等待，而不是积极的行动去解决可能会产生的问题。那这段关系我看到就是有一些矛盾，有可能是对方常常会表现出一些比较自我中心，然后你自己也是一个对事情都有高要求的，好，所以这种差距可能就会导致一些争执，口角，那甚至可能有一些小小的金钱上面的问题，那这样子就会让你整体而言就会让你会更加犹豫是不是要进一步发展这段关系，而且它太容易牵动你的情绪跟想法。那这时候你就会开始又更加犹豫，因为就可能会因为这样你偏颇，然后做错了决定要不要发展关系的一个判断。好，那我觉得其实问题没有那么大了哦。第一个，其实我觉得关系之间最好是尽量少碰触到金钱方面的问题啊，所以就是把这个金钱上面的问题设定一些明确的界限，避免有不必要的误解嘛。然后再来就是你可能想要跟他互动的那个需求跟动机真的蛮低的，有点懒懒的。那我觉得，还是在关系之间还是要多一点主动。再来就是，如果对方跟你提出不一样的意见时，你不妨用比较柔软的语气去表达你的立场，避免一些矛盾上面的增加。还有就是说，不要因为别人的想法而动摇自己，你就学会对自己的决定负责。如果你想清楚，想要跟他有再进一步的关系，或者是你想要促进你们之间的合作关系，或者是互动模式，那我觉得好好的决定了就赶快就去做，不要想太多啊，学会为自己的决定负责嘛。那这样子就会让你在人际关系更加坚定，不要那么多的担心。所以选择 B 的朋友，我觉得就欢迎在留言区写下柔软表达，关系和谐，希望你们之间的关系可以更好。那让这份温暖的力量，让我们在不管是不是情人，或是相处上面，在人际关系可以获得更多的支持。那这是选择 B 的朋友。那我们来看选择 C 的朋友的状态。我就会选择 C 的朋友，你们是之间有那种很自然的默契但是缺乏主动，这样子会让关系比较停滞。我觉得你很幸运的能够遇到一个这样的人你跟他相处之间真的非常自然，好像家人的感觉，而且很舒服的互动。好，这段关系还充满了很多默契你想什么，他也大概知道啊，他想什么也大概也可以知道，所以你们觉得彼此之间仿佛认识很久。但是这段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我觉得比较，因为你们两个之间真的都不太主动，
那如果两个都不太主动，那你觉得会怎么样？当然就是停滞不前嘛。那其实你们两个彼此之间是互相欣赏的，而且是有强的吸引力。好，那但是某一些问题，现实的问题吧，可能是金钱的关系、观念啊，或者是想法，或者是你们可能阶级上面的落差，然后或者是你们可能没有共同实现一些活动啊或什么的，所以就造成你们彼此之间有小小的裂痕，然后又因为彼此之间都一直保持被动，那这段关系可能就会停留在现在的阶段，甚至久了之后就会这样冷却没有办法再前进。而且我觉得对方好像还长得不错看的样子，那所以如果你都一直不主动啊，他也不主动，那你就当然没有发展的机会啊。所以我觉得你要勇敢的表达，不要害怕向对方展现出你很重视他的样子，主动出击啊，才能改变现状。那再来就是你们之前的存在的一些分歧，试着去寻找可能双方比较能够解决的方法。然后像这种关系啊，你彼此有那种互相学习啊，互相了解，然后又好像很熟悉的感觉，这种关系其实不多见，你要学会珍惜。那我觉得你在这段互动中就会学到很多，所以选择 C 的朋友，我觉得其实你们关系相处还不错，然后对方也长得还不错，然后而且呢心里有相同，那我觉得不妨好好就是留在留言区就写下珍惜默契，推动发展，要有勇气跟行动力。那我相信就可以再帮助你在这段关系获得更多的发展跟幸福。那非常谢谢大家观看这次的大众占卜。那这次的占卜主要还是针对大众的占卜内容嘛，所以就是希望可以理解更多的朋友，所以没有针对性。如果这个内容跟你的情况相符，那就很棒的参考；如果不符合，就保持理性，选择对自己有帮助的部分。那如果你想要针对自己的情形做更准确的指引，欢迎私讯我们的官方栏，我将根据你的状况为你提供更具体的分析跟建议。现在就留言分享你的选项，让我们一起在人际关系中找到更好的平衡跟方向。祝福你在2025年呢，一切顺心，关系顺风顺水。不管是占卜问世、前世今生，或一生只能占卜一次的大命盘，都欢迎利用我们的预约系统跟老师预约1对1的占卜包厢。